我在澳门东方基金会呢办了这次安居地的展览，那整体呢我是有在反复的思考，在我这个生命经验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个安身的问题，就是说可能港澳台我们都有一个特殊的像是殖民历史吧，那殖民的哪一个段历史，我们从小到大我有一种认同的问题，我到底是认同当时这个政权，还是说我认同某一个文化点。在2019年呢，澳门政府呢，其实还是要做一次这个整个城市总体发展的一个总体报告。也在我展览的这个期间呢，也就是他们要面向市民来发表报告的时候，我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思考点里面呢，来呈现这整个展览。对于这4个展厅呢，我跟策展人在讨论之后呢，有一个类似双向的，就是句号或者是提问。所以第一个呢，我们把它叫做好风光。我做了一个澳门的新八景，透过积水变干的过程，每一个地级格之间就会显现出这些颜色更深、更波动的误差。那除此之外呢，中间的这个展间呢，就做了新城区、新填海形状呢，去做了5个桌子，然后让市民呢可以参与到这个城市规划的这个一个思考里面。如果如期在我展览期间，政府做了整体规划报告出来的时候，是否就真的能给我们一个好的愿景、好的风光呢？开发在澳门土地运用是透过填海，300年来在澳门呢大了3倍以上。那所以有库存，它其实某种程度就想说，其实我们永远都会有库存的，你不够就可以再填的。那到第2个展厅呢，开发商呢就是说，我想缩小一点范围来谈这个事情。虚拟这个艺术岛呢，其实我在上面呢做了很多所谓的艺术项目的规划，可能包括艺术空间的使用，包括目前我对艺术的理解。那我也做了一个模型，那这模型呢，就是会让这个市民呢，然后来上面插旗子，反映了我们特别在东方，我们好像对土地有一种这种特殊的需求，有一种必须有土地才能安身立命的一种环境模式。当我去追这个安身的时候，我们其实反而开始离安身越来越远了。预售屋就是说，快啊，快来买你美好的未来。那当我们去买了以后，可能我们人生在美好的时光就有30年，必须投身在这次的接触的感动上。Architecture, it's not only construction. Architecture needs to have a soul, because a construction without soul is simply construction. So architecture must also include a lot of other aspects: people's lives, culture, arts, technologies, environmental issue, protection of the friendly issues in the approach of the architecture inside a city. So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e identity of the place. You have to know the people, way of life, their tradition. Therefore, the cultural part is very important. The first building I did there, modern, was the health center, more than 30 years ago. It's still contemporary.
and it is very well integrated there. Tapsek, Cheongsam Tapsek Health Center. If you look at it, it is completely integrated in that facade. $18到第3个展厅呢，就是买了吗？买到了。我实际呢找了这个地产商到展间里面来进驻，办了一个地产博览会。我其实非常用力的把很多艺术以外的内容导入，变成是一种新的对话模式，所以它可能更生活，然后它更贴近我们。这种界限消失，从他们的反应如实呈现，我觉得也是我蛮开心的一部分。像马月荣，你刚才说的，马月荣其实他是一个建筑师，当时其实我也跟他一起参与了个澳门城市总体规划的一个投标。我们作为一个澳门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但是我们没有中标。如果我们中标，我就跟马月荣做澳门那个总体规划，也会有他艺术那一方面放在里面的。所以说，我肯定认同要有艺术的作品、艺术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总体规划。沿着这个教堂过去有一道墙，这道墙就是它的北面的城墙。所以这些房子里面可能都有墙，对不对？哎，对，这些都是墙了，看到吧？后面有一个很容易看得到。啊，这是古墙了。葡萄牙人来之前，已经有5个国家的人已經在澳門了。啊，5個國家這麼多啊？啊，5個國家。沙里頭係不丹文。你說澳門沒有故事嗎？肯定很多故事。光這個就已經，你要把它講清楚，你就已經有東西好講。哎。选一段呢，其实是我在艺术上的一个单位，就是说，当我们有一块地，然后可能有一个政权，有一个规划者来这边进行规划之后，可能公有地、私有地各种土地分配之后，我们可以去买卖。在我看来，每一个测量过后的这些线，本身它都是有误差的，所以半年计划其实它核心的概念就是说，地级图上的所有线，它都是误差的线。那所以地级图就是误差图。我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呢，就发展出整个半田计划。在这里面呢，我做了一些误差的签售，就是我把东方基金会作为中心，印出了附近的200-300米的整个地级图，让民众来选购。我们可以在澳门的这些土地上呢，可以看到各个国家来到这边在土地上的一些印记。那其实在台湾也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些有殖民史的这些地方呢，可以看到政权他们在挤压、在重叠。那这些落在土地的时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内容。